Hello， 亲爱的朋友，我是苏晴。常常有人问我，到底是踏上旅途更令人着迷，还是仰望星空更让人心动？我总是会笑着回答，其实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情，都是在浩瀚的未知当中寻找属于我们自己的坐标和意义。今天我想邀请你和我一起，不只是观看，而是去亲身走进一个星座的内心世界，一个灵魂里的永恒探险家，一个总是跑在世界前端的勇敢灵魂——白羊座。如果你是白羊座，或者你的生命中有一位重要的白羊座，那么请你相信，你此刻会刷到这支影片，并不是一次偶然的演算法推荐。这是一封来自宇宙深处的邀请函，它命中注定要来到你的面前。因为在你平日展现出的那股强大的、充满生命力的，甚至有些横冲撞的形象背后，其实隐藏着一部在你灵魂诞生之前就已经写好的古老而深刻的生命剧本。这不是一条平坦顺遂的道路，而是一场充满了隐形试炼与伟大回报的真实命运之旅。它邀请你，也邀请我，一起深入到这股能量的根源，去探寻你灵魂深处那最真实、最核心的目的。在我们正式启程，揭开这部灵魂剧本之前，我想做一个小小的点名。我想邀请你在下方的留言区留下你的星座，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分享你的生日或者你与白羊座之间的共识。我特别想看看这份来自天命的讯息，今天都吸引来了哪些勇敢又温暖的灵魂伙伴。不用担心，这里是一个安全的空间，每一条留言我都会亲自认真的阅读。好了，亲爱的伙伴们，让我们深呼吸，一起走进这趟探索之旅的第一站——灵魂的选择。你有没有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在亿万种可能性中，我的灵魂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成为白羊座？在业力占星学的智慧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观念，那就是业力，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种善恶有报的惩罚机制。不，它更像是一种宇宙的自然法则，是我们的灵魂为了学习和成长，主动选择的一套生命课程。而你的灵魂之所以选择白羊座这个星座，可以说是带着一个极其神圣且明确的使命而来的。这个使命就是学习成为一名开创者。想象一下，在黄道12宫的循环里，白羊座是第一个，它象征着春天的第一天，万物复苏的起点，那打破永夜、带来黎明的第一道光。你的灵魂选择了这个起点，就意味着他渴望学习如何从无到有，如何打破寂静，如何将纯粹的意念转化为真实的行动。让我为你描绘一个更生动的画面吧。想象整个世界还笼罩在冬末的寂静与寒冷之中，空气是凝滞的，阳光是吝啬的，大地被一层冰封的坚硬的土壤所覆盖，所有生命都还在沉睡，等待着一个信号。但就在这片看似死寂的土地之下，有一颗种子，它与众不同。它没有等待，它在黑暗中就感受到了那来自遥远太阳的最微弱的一丝召唤。它体内的生命力开始鼓噪沸腾，那不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那是一种无法抗拒的本能，一种对生命、对阳光、对绽放的原始渴望。于是他用尽了积蓄一整个冬天的力量，对准那层坚硬的屏障，猛力一撞，啪的一声，他冲破了冰封的土壤，成为春天里第一个探出头来的新绿。他自己就成为了那个春天来临的信号。亲爱的，那个勇敢的，甚至是有些鲁莽的种子，就是你白羊座的灵魂原型。你的灵魂深处就刻印着这样一股原始的、开创性的生命力。
他深知这一生的成长完全取决于你是否敢于去冒险，敢于去行动，敢于成为那个第一个冲破土壤的人。所以你天生就是一个先锋，无论是在一段关系里率先表达爱意，在一个团队里率先提出新方案，还是面对人生的困境率先做出改变，你就是那个负责点燃火焰的人。你的道路注定充满了力量、决心和无数次的第一步，这听起来多么令人兴奋，对吗？但是你一定也感受过这股火焰的另一面。这股强大的开创性的火焰为什么有时候会突然失控？它不仅会灼伤你身边的人，更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回过头来灼伤你自己。为什么你的勇敢有时会变成不计后果的冲动？为什么你的热情有时会变成没有耐心的急躁？为什么你的坚定有时会变成听不进劝告的固执？这种燃烧的让你又爱又恨的能量，它那失控的根源究竟是什么？答案就藏在我们即将进入的你灵魂剧本最核心的一章。这些能量的来源，往往是一些你可能从未察觉，却深刻影响着你一生的古老的灵魂创伤的回声。现在，让我们一起勇敢地去触碰那些隐藏在你内心深处，作为一个战士的古老烙印。请你再次深呼吸，因为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会触碰到你内心最柔软、最不愿示人的地方。但请相信我，看见是疗愈的唯一开始。白羊座的灵魂通常会携带着3种深刻的业力创伤，它们不是你的缺点，而是你灵魂在地图上标记出的需要被疗愈的圣地。第一个创伤，我称之为对斗争的执着。你的灵魂在过往的许多世中，可能扮演过战士、将军、革命者、探险家的角色。在那些时代，生存就意味着战斗，前进就意味着征服。你的灵魂早已习惯了用对抗、竞争和战胜来定义自己的价值和存在感。这份战士的记忆深深地烙印在你的灵魂 DNA 里。于是，在这一世，即使你身处一个和平的年代，一个安稳的环境，你的潜意识仍然在不断地寻找敌人。你是否发现，如果生活中没有一个需要去征服的目标，没有一个需要去挑战的困难，甚至没有一个需要去反驳的观点，你就会感到莫名的空虚和烦躁，就像一个肌肉发达的拳击手被安排去过绣花的生活，他会浑身不自在。你的灵魂也是如此，所以你可能会无意识地在亲密关系中制造争吵，在工作中树立假想敌，在网络世界里寻找论战的对手，因为战斗让你感觉自己还活着。这种对斗争的执着耗尽了你大量的能量，也让你常常陷入不必要的冲突之中，让你身边的人感到疲惫，而你自己也常常在战斗结束后感到一阵空虚，问自己：我到底在为什么而战？第二个创伤是一个更深的恐惧，被遗弃与背叛的深层恐惧。这个创伤往往与你前世作为领导者或先锋的经历有关。让我为你讲一个可能发生在你灵魂深处的故事。想象一下，在某一个遥远的前世之上，冷冽的风吹动着你的战甲，发出萧瑟的声响。你是这支军队的最高将领，你的身后是成千上万信任你、追随你的士兵，而在你的身边站着你最亲密的副官。你们是一起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可以将后背交给对方的过命兄弟。决战的号角终于吹响，你满怀信心地等待着他率领援军，给予敌人致命一击。可是你等来的却是身后自己城门从内部被缓缓打开的警报声。你难以置信地回头，穿过混乱的人群，你看到了那张你最熟悉的面孔。
他的眼中没有了往日的敬佩与情谊，只剩下冰冷的、陌生的算计。那一刻，世界崩塌的声音远比战场上任何厮杀声都要来得响亮。那种被最信任的人从背后狠狠捅上一刀的彻骨寒意，那种被全世界抛弃的孤独与绝望，成为了一个永恒的烙印，跟随着你的灵魂穿越了时间的长河。所以，来到今生的你，是不是很难真正的100%的去信任一个人？尤其是在亲密关系里，你总是会忍不住去测试对方，去观察细节，寻找他可能不爱你、可能背叛你的蛛丝马迹。你渴望纯粹的、绝对的忠诚，但你的潜意识却又总是在为背叛的到来做着准备。你常常会因为对方一个无心的举动而感受到被忽略、被抛弃，进而引发剧烈的情绪反应。你不断地需要证明自己的价值，仿佛只有自己足够强大、足够有用，才不会再次被丢下。亲爱的，这不是你的错，这不是你做，这是你的灵魂还依然记得那份痛。第3个创伤是一种隐秘的负担，因过往冲动而生的业力内疚。白羊座的能量是火的能量，火可以带来光明和温暖，但失控的火也会带来毁灭和伤害。在你的灵魂旅途中，你那股强大的未加控制的原始冲动，可能在无意之中伤害过一些你深爱的人。也许是在某一生，你因为一时的愤怒说出了无法挽回的话，导致了一段关系的破碎。也许是因为你的急躁和缺乏耐心，错过了一个重要的承诺，留下了一生的遗憾。也许是因为你的好胜心，在竞争中不择手段，让信任你的人心寒离去。那些行为像一根根看不见的刺，扎根在你的灵魂深处。它们转化为一种深刻的、不易察觉的内疚感。你的灵魂渴望得到救赎，渴望去弥补。所以在这一生，你常常会发现，宇宙总会安排一些课题给你，让你去学习耐心、反思和同理心。你可能会遇到一些慢子的人，让你抓狂的同时，也逼着你慢下来。你可能会被置于一些需要你三思而后行的境地，去学习为你的决定承担长远的后果。你甚至可能会吸引来一些敏感、脆弱的灵魂来到你身边，不是为了让你再次伤害，而是为了给你一个机会，去学习如何温柔的、有智慧的使用你的火焰。每一次，当你因为冲动而搞砸事情，感到懊悔不已的时候，那其实是你的灵魂在提醒你，亲爱的，这一次我们可以做的不一样，这一次我们可以选择用智慧，而不是本能。听到这里，你的心情可能有些沉重，看清自己的创伤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现在，请你再次深呼吸，因为接下来我们将迎来这趟旅程中最光明、最激动人心的部分。在灵魂的剧本里，有一个最美的秘密，那就是你最深的伤口永远指向你最强大的天赋。你所背负的业力，从来不是为了打败你，而是为了炼化你，把你打造成独一无二的珍宝。你的火焰不是用来毁灭的，而是用来照亮世界。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揭晓那些与你的创伤相生相伴的，你与生俱来的3大灵魂天赋。第一个天赋是无与伦比的真实领导力。你可能会觉得奇怪，刚刚还在说斗争的执着，怎么就成了领导力？这就是炼化的奇迹。当你意识到自己内在的战士原型，不再盲目地向外寻找敌人，而是将这股力量转向内在，去克服自己的恐惧，
懒惰和犹豫时，你就从一个冲动的斗士蜕变成了一位真正的领袖。你的领导力并非来自于权威或强迫，而是来自于你的榜样。你敢于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敢于在所有人迷茫时指出一个方向，敢于在逆境中展现出不亏损的决心。你不是用语言去说服人，你是用行动去感召人。当你为了自己的信念和目标奋不顾身地向前冲的时候，你本身就成了一面旗帜，一种胜利的象征。这份源自真实和勇气的领导力是别人无法模仿的。第二个天赋是将愿景化为现实的强大行动力。这个世界从来不缺梦想家，缺的是能把梦想一步步搭建成现实的实干家。而你，亲爱的白羊座，就是那个最出色的实干家。让我们回到那个会议室的场景。当10个人还在为了计划书上的一个措辞、一个数据而争论不休， PPT 翻了几十页，咖啡凉了又续，所有人都陷入分析瘫痪的时候，你的内心早已不耐烦。但这份不耐烦的背后，是你强大的天赋在运作。你的大脑像一台高效的模拟器，已经在瞬间完成了整个计划的预演。你看到了起点，也看到了终点，中间的路径在你脑中清晰可见。所以当别人还在犹豫时，你可能已经拿起手机，发出了第一封启动专案的邮件，打出了第一个联络合作伙伴的电话。在别人眼中，那可能是鲁莽，是冲动，但亲爱的，请你一定要知道，那其实是你灵魂深处最高效的从0到1的转化器。别人看到的是眼前的风险和迷雾，而你永远能穿透迷雾，看到远方那座灯塔的光芒。第3个天赋也是最温暖的一个天赋，透过你的真实来疗愈和鼓舞他人。记得我们刚刚谈到的那份被背叛的创伤吗？它让你渴望忠诚，也让你对虚伪和不真诚极度敏感。这份敏感经过转化，就变成了你最宝贵的品质——真实 （authenticity）。你活得非常真，你不喜欢伪装，不屑于讨好，你开心就大笑，愤怒就直言。你像一个纯粹的孩子，毫不掩饰地展现着你的喜怒哀乐。在一个充满了面具和客套的成年人世界里，你的这份真实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疗愈力量。当你勇敢地做自己，不畏惧他人的眼光时，你就在无形中给了身边那些活在压抑和伪装中的人一份许可。当你分享自己搞砸了某件事，然后拍拍尘土又站起来前行的故事时，你就在提醒着人们，看，失败没什么大不了的，重要的是敢于再来一次。当你带着恐惧依然选择向前时，你就在用生命去诠释真正的勇气，不是没有恐惧，而是拥抱着恐惧，依然选择前行。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本关于勇气和真实的教科书。你不需要刻意去做什么，你只需要活出你自己，你就在点亮他人心中的火焰。亲爱的白羊座，我们的旅程即将到达终点。现在，让我们站得更高一些，回望我们走过的这条路。从你的灵魂选择成为白羊座的那一刻起，到你经历的那些关于战斗、背叛和内疚的创伤，再到你因此而生的领导力、行动力和真实的疗愈力，你会发现这一切都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一个将冲动的煤炭在高压和高温下炼化为智慧的钻石的旅程。你在爱情中遇到的那些关于信任和独立的挑战，是在教你如何温柔地使用你的火焰，既能温暖对方，又不会烧毁彼此。你在工作中遇到的那些关于耐心和合作的课题，是在教你如何将你单枪匹马的勇气转化为带领团队共同前进的智慧。
你在所有关系中感受到的那些摩擦与碰撞，都是宇宙在邀请你去更深地理解自己那股强大生命力的使用说明书。你的终极使命从来不是去赢得每一场战斗，不是去证明你比所有人都强。你的最终使命是完成从一个本能的战士到一个有意识的灯塔的蜕变，是用你的真实去较量世界的虚伪，是用你的热情去融化人心的冷漠，是用你那一次又一次跌倒又爬起的勇气，去点燃那些在黑暗中迷失方向的人们心中那变革的火种，去引领他们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如果这则讯息，这趟灵魂的旅程深深地触动了你，我很想邀请你在下方的留言区告诉我，你目前正在修炼哪一个灵性课题呢？是关于信任，是关于耐心，还是关于如何与自己那股强大的能量共处？我很期待能够读到你的分享，与你一同成长。最后，如果你想继续和我一起探索更多关于你灵魂剧本的秘密，请务必点赞并关注我的频道。这是我继续创作这类深度内容的最大动力。我是苏晴，期待在星辰的指引下与你再次相遇。我们下次见。